朋友们好，欢迎来到逸轩哥牡丹专栏课堂。上一节课呢，我们把这个水仙花和石头给勾画了出来。今天这节课我们接着再往下进行。首先，我们调好太白色这个太白呀，不宜过稠，不宜过重。接着呢，我们选上颜料，来这个牡丹红给它轻薄的前面过渡一层。我们呢要把这个颜色调匀，充分的揉到笔里面，然后和太白形成一个很好的渐变色。笔尖呢，我们再加上这个曙红和胭脂。同样，我们还是对其调匀，笔尖慢慢加强颜色，最后呢可以稍微的挂一点胭脂色。接着呢，我们再选对一个合适的位置，开始来侧锋运笔，画出花头的朝向。才开始画出第一个大瓣定位花瓣，旁边呢来加小瓣。我们看一下这个运笔的动作，可以稍稍的来用侧锋运笔时呢，为这个笔头呀注一点力稍稍的捻动一下这个笔。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花架子我们打好之后呢，就可以对其来填充花瓣。因为这个时候呀，我想表现的就是说不是说把这个花头画得太大，所以说通过简单的几个错位笔之后呢，我就来对其进行了一个填充。那么笔尖这时我们就要加重颜色，先把这些牡丹花冠架子的小空隙给它来做个补充对这个花冠呢，边补充的时候呀，边把它的造型给它勾画出来。我们接着再往下走，由于笔尖呢我们没去加水，只是强调了颜色，所以说呢它的重度呀可以给它很好的表现出来然后水分不大，这个时候呀就不容易画糊，就容易锁水。因为我们用的这个国画颜料中它具有胶质，所以说为了让这个花冠它不容易画糊，那么我们呢后两位加的这个颜色呀，要不断的给它加重加稠加重。这个时候呢，我就想着呀，不让这个花头开得太大了，于是呢，我就点上花蕊，然后这个它的雌蕊呢，我这时候就不给它进行勾画了，说明这个蕊它就比较深，然后呢就不用给它来表现出来。好，朋友们，我们呢现在看到这一节了那么我们之前美画牡丹花的时候，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也来同时做了个总结现在呢，我毛笔沾水，又来调上太白色，这个太白还是不宜过于浓稠。接着我又准备了曙红色，我呢将曙红色进行一个过渡，然后笔头来增加颜色来增加色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稠度。接着呢，我想让这个画面呢丰富一点，我对其来一个互影互衬，也就是说让这个石头把这个牡丹花处于遮挡状态出现现在我们拐过来，在下面呢再添上几笔。这个时候如果说感觉速度上有些快那么我们就选择暂停。我们会发现这些花瓣层层叠叠都给加到了一起去。所以说为此我们已经做出总结，这些侧面花瓣我们需要让它造型不一，有长有短。我呢再来给其补充颜色，然后呢
稠度同样也是来对其进行加重。颜色调好之后，你就去观察这个花瓣造型，是不是不规则状态？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拿笔顺着原来的这个弧线走。如果说感觉不太好看，那么我们的笔尖呢，如果说需要加重颜色的话，就来加重一点颜色把它的造型重新再来勾画一下。所以当这些内部花瓣我们感觉哪里不满意，那么笔尖就去蘸点重色可以重新呢就再次打出造型。如果说在匆忙中我们翻到了这一节，然而呢花瓣还是容易画糊，找不到原因，那么我们呢就难免有些操之过急。我们呢可从才开始再重新学习一次，看看哪个环节没有掌握到位，是不是我们笔头然后没有过渡颜色，没有过渡好？为什么水分大的话我们不去阻止呢？我们为什么不反复的来感受一下，而匆忙的往下进行呢？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呢尽量就把它克服掉，不要带到后来去。我们很草率的学习之后呢，只是明白感悟到，但是呢没有从这实践中应用到。好，朋友们呢，我现在添上一个大花瓣来破它一笔也就是说我们看似比较平的地方我们就需要给它来破开。我们不断的在这个地方来给它尝试加个大花瓣那样的话这个花头它就不会显得过于浑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作品中如果说出现太多的缝隙的话，想填的话也可以填补起来。我们呢在这里点上花蕊，花蕊呢我们要在这个花冠的中心部分来点。我们只要总结到也就是说我们毛笔调色是由笔根的淡色慢慢的一层一层的进行叠加，直到最后笔尖的重色。不光光是红色这么来进行，其他颜色系的牡丹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给它过渡。那么我们就很准确的已经掌握到这个花头它的调色基本方法。我们在这里呢还是在这里加呢，我们可做思考看看这个花冠加到哪个部位合适，是不是我们加上去之后呢有些地方太平行了，不可以加，或者是说我们这样处理的话比较有美感，然后呢我们就结合着整体布局来给它做个刻画，尽量避免这个花头它有这种平行或者是说对称的冲突感。对的，朋友们，我们布局掌握到，然后画花冠的时候搭这个花架子，同时也是就是说看一下我们是不是把它错开了，左右是否对称了然后呢我们如果说对称的话，你呢有没有把这种平行感给它打破所以一系列问题呢，我们不仅仅是要练习，还是需要去感悟慢慢来。也就是说，在一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含含糊糊，然后呢没有给它搞明白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往下一个问题上直接大跨步的去想给它学全面，也就是说不要操之过急。我们呢要不断的来感受这种学习的快乐从中呢每天一点一点的总结一点小问题，克服一件小问题，
而不是说是要3天学成5天学成，给自己造成的压力过大。如果说我们遇到瓶颈期的时候呀，我们就可以暂停下笔，走一走，看一看，再重新自我总结一下，然后呢，拐过头来看一下我们最早之前哪个问题没解决，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往上走一步呢？不断的总结学习之后呢，我们还是会再上升一个台阶。现在我呢，毛笔沾了重色，又来把这个花瓣给它来切一下。笔尖由于是重色，所以说呢，我们用中锋向外画弧，是可以把这种我们现在呢，看着2朵花太平，我们又加了一个花苞来给它破一下。所以说呢，整个画面呢，我们都是环环相扣，然后呢，不断的调整给它营造出来的。所以说，不管是这个花瓣还是画这个花冠呢，都是我们尽量避免出现这种过平、过于对称，然后呢，过于紧的这种视觉感。如果说出现的话，我们呢就要进行添枝加叶，就要给它破开。好，我呢现在来把这个牡丹花冠的花萼给它画出。由于最早之前呢，我们在课上都曾经讲过，花萼呢，它
大颚为3片，小颚为6片。当然了，没有必要把它们全部展示出来。但是呢，我们这个理论性的知识呢，还是要绝对的给它掌握到位。画颚片的时候笔呢向下压，抬笔。这时候我们就要把控笔给练习一下，以便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能够表现出很优美的线条以及笔触的力度。如果说我对整个画面进行添枝加叶，可能我会以第一个速度就把这些花萼给它画出了。因为我目前呢用的就是排除法先捡着我们心里跟明镜似的叶子来给它做个处理。之后呢，我们再根据整个画面呢来再对其进行补充。那么我们看清楚笔触，看看如何把这些较圆的或者是较长的叶子给它来表现出来。我们还是以3片3片的出枝方式来进行，尽量呢让这些叶片出现小叶片、大叶片，那样的话整个画面感呢就显得比较活性。现在我们对其再进行添枝加叶。如果说想画圆叶片，那么我们的笔触就要向下压然后呢慢慢的来感受这个叶片的变化，而不是说我们知道哪里不足还要接着往下进行。我们最后呢把这个牡丹花冠呢画到最后我们感觉满意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的就可以到时候随心所欲的来进行创作。但凡有些不满意的地方呢，我们都需要来及时给它改正过来。好比说嫩枝嫩叶，我呢会选择在花骨朵或者是小花苞旁边来给它加上几组。就好比说我们在下边进行练习的时候也没有必要说非要和这个老师画的比例一模一样，花头一模一样，而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如何去调整，如何去找对方法如何学会举一反三的来给它进行运用。那样的话我们再去创作的时候它就显得比较灵活，比较轻松。由于根据这个画面感，我呢决定从左往右出枝通过这个花形的走势来把它的这个气势画出。当然了，老干的贯穿呢也是起着一定的作用，它们之间呢也是环环相扣不光是花冠、叶子，还有这个老干，它们之间呢就是一处也不容我们忽视。目前这几片叶子我们暂时加到这里。加叶子的时候不可太多。接下来我决定再加上几片重叶子。我呢调上花青，然后呢笔上蘸墨，然后我运笔的时候，朋友们可以看清楚这个运笔方式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容易操作。或是拿笔触从下往上推笔，或是呢向外拖笔。也就是说我们画叶子的时候就尽量找到一种自己最顺手的笔法来进行。由于不是面授课，所以说我们在创作大幅的作品中的时候这个镜头感呢它就不太全面。学习呢就是学习方法讲究章法，而不是说是就是硬搬硬套。现在呢我也是不断的在为整个画面做出调整，看看哪个叶子过于平行了，看一下哪个地方是不是太空，是不是太琐碎，感觉一下加到这里合不合适。我们决定好之后呢，然后下笔再来进行操作，那是一画一个准。所以说呢，在创作的时候我们在下面呢不可操之过急，要慢慢来。
我们为牡丹加上叶子尽量避免，就是把叶子层层叠叠画的过多。如果说就是单调的画上几片也可以，只是呢，我们要合理的掌握到它的疏密变化不让它们呢过散过乱然后呢，每片这个枝叶上生长出来就有它的道理存在这个时候我呢，就来开始毛笔蘸些很淡很淡的墨也就是有色有墨，很淡，来给它做个调整，看看有些地方是不是再需要加上几个淡叶子呢？让它过渡一下呢？哪些地方由于太乱，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个调整呢？这个时候呀，我们就要从局部看整体，来整体上来给它做个调整。这个时候呀，我们就已经做出总结加这个叶片原来分3步。第一步呢，就是我们需要加上嫩枝叶，接着呢老叶子，最后呢我们再看看整体画面感哪里不太协调的时候呀，我们就加上这个虚叶子，就是淡叶子来给它完成整幅画面的构图呀。所以说呢，它们是环环相扣的后者呢可以为前者做调整。就有点发黄颜色焦硬，那么我们可以蘸一丁点的墨汁来这个盆里给它进行一个调和。那么我们的笔由于上边呢蘸了水，下边呢又有这种赭石夹墨，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给整个画面呢做个染，也就是我们常说到这个石头呢需要勾、擦、点、染。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最后一个环节。那么暗处呢，我们可以让颜色稍稍的加重，亮处呢，我们则要把这个毛笔就去加水，少加点颜色。那么我们就很明显的把这个石头的它的阴面阳面就很好的给它染了出来。